一期间，我在网上刷到一个帖子，惨案，美孚公寓遭遇黑熊入侵，无一生还。我瞪大眼睛，因为我所在的公寓就叫美孚公寓。下一秒，门上传来了指甲摩擦门的声音，我吓得一激灵。现在刚好是5月2号，我爸妈带着我妹出去旅游了。由于我还有个课题要完成，便留在了家里。刚刚那声音像极了有东西用长长的指甲在门上摩擦发出的声音。我恐惧地走到门边，探头往猫眼看去，走廊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不过那声音也没再响起来了，我松了口气，心想刚刚或许是听错了吧，肯定是受到那帖子的影响。那帖子是我无意中刷到的。最搞笑的是，帖子的发布时间是5月5号，也就是3天之后，很显然是个恶作剧帖子。不过那帖子说的内容实在有些吓人。帖子里说，在5月2号这天，有一只逃跑的黑熊进入了美孚公寓。这只黑熊非常的邪门，智商更是高的诡异。据说在这之前，这只黑熊是一只实验室黑熊，黑熊吃完人之后就消失了，到现在也没有抓到。有民间组织分析，这只黑熊是一只已经修成精的黑熊，它能在吃了人之后钻进人皮里，伪装成吃掉的人的样子。这种黑熊成精的故事，其实我已经听过不少了，但最让我觉得这个帖子可怕的是，发帖人却把美孚公寓的大门照片发上去了。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公寓大门吗？真是晦气，这人神经吧，编这种玩笑。我忍不住骂道。正当我准备把这个帖子随手举报了之后，突然我看到下面多了很多跟帖。我有个表哥就是负责这个案子的，我听他说现场惨不忍睹，那只黑熊不仅杀人，还喜欢虐杀，现场找出的好几具尸体都是手脚分离的，是被那黑熊活生生给撕扯下来的。卧槽，这太恐怖了吧！最恐怖的是这只黑熊还没有被抓到，我吓得晚上都不敢关灯睡觉了。这次受害人里头就有一个我同校的学姐，可惜了，虽然我跟她不熟，但也是同一个社团的。我听到她被黑熊吃掉的时候哭了一天。楼上说的是清北大学的叶苏苏吧，我看了她生前的照片，可惜了，那么漂亮。冷不丁看到我的名字的时候，我愣住了，不会是同名吧？可我读的学校就是清北大学呀，而且这些跟帖是怎么回事？大夏天的我打了一个寒战，怎么这些人说的好像真有这回事发生了呢？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整个屋子的灯无声无息地熄灭了，房子瞬间笼罩在了黑暗之中，我吓得差点尖叫出声。怎么回事？是停电了吗？我连忙去看公寓业主群，物业刚好在里头发了消息，请各位业主不要恐慌，我们公寓楼总电路出现故障，大概会停电2小时，已经有维修人员过来抢修了。现在是晚上快10点了，大半夜的突然停电了，又加上我在看这种帖子，确实是吓到我了。不过我很快冷静了下来，这个帖子的热度越来越高，跟帖的人也暴涨。今天也不是愚人节呀，我盯着那个叫做草莓甜心的 ID 名，就是那个说我是他社团学姐的，心想这该不会就是我微信里的那个社团学妹吧？她的微信名叫做草莓超甜。为了求证，我给那学妹发了微信，过了老半天，学妹才回复了我。学姐，我刚和室友在外头聚餐呢，你说什么吃人熊帖子，我没法回复啊。你看我和他们现在都在 KTV 呢。学妹的语气听起来很茫然，她很快发来一个视频，视频里几个女孩在 KTV 唱的忘情。我松了口气，果然这神经帖子就是一个离谱的恶作剧吧。不过学姐，我在某书的 ID 名的确叫做草莓甜心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难不成你刷到我发的内容了吗？一瞬间我愣住了，我想要把这个回复截图发给学妹，可我却截图不了，一旦我试图截图就会死机，甚至我在这个帖子下面也发不了任何回复。但我退出去看其他帖子，都是能正常截图和回复的。我皱起眉头，感觉到了一种不安感。随着帖子的热度越来越高，有人说想看下叶苏苏的照片，有网友很快把照片发了出来。当我看清照片的一瞬间，血液仿佛都凉了几分，因为照片里这人的确是我。可惜了，叶苏苏本来很快就保送读博了，他爸妈回来后看见他的尸体，一夜白头。据说叶苏苏的脸皮都被那黑熊扒了下来。叶苏苏好像还有个妹妹，他妹现在据说患上了抑郁症，自杀了好几次了。该死的黑熊，我要是见到那熊，非得把他熊胆都掏出来。楼上的，你还是自求多福，求那黑熊不要吃你吧。我呼吸愈发的急促，心脏狂跳，后背阵阵发冷。如果这是真实的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这个帖子来自于3天后的未来。就在今晚，会有一只实验室逃出来的黑熊闯入公寓，然后将我们所有人都杀光。我一下就想到了我刚刚听到指甲摩擦门的声音，那有可能并不是我听错了，而是那只黑熊已经进来了。我额头一下全是冷汗，可我不知道要怎么提醒正住在公寓里的其他人。要说有熊进来了，不仅没人相信，肯定还会把我当成神经病。我也不能报警，因为这件事还没发生。要是贸然报警，连警察都会觉得我疯了。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一个十分细微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用指甲敲击着门，一下又一下，十分有规律。我突然想起刚刚我在猫眼外什么也没看到，可走廊是黑的，
那黑熊也是黑的。如果那黑熊就藏在门外，我也是看不清楚的。一想到那黑熊可能已经来到我门口，我后背汗毛耸立。走廊是声控灯，而且这灯是应急用的，不会因为停电而失去作用，只要有人走过都会亮起来。可现在门缝里没有任何光亮透进来，如果门口真是那黑熊，难道他会隐藏自己的脚步声？我紧张地拿起厨房里的水果刀，小心翼翼地靠近门。屋外一片寂静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但这正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。我家住在504，这层楼一共有4间房，住了3户人家。502住的是一个2次元宅男高中生，好像叫小伟。小伟平时住校，只在放假的时候回来住，可每次一放假，他准通宵打游戏，声音还开得老大。可今天502安静的出奇，连一点动静都没有。501住的是一个年轻的单身妈妈，她那孩子也就几个月大，正处于时不时就哭闹的阶段。可今晚我愣是没听见一点孩子的哭声，安静的实在有些过于奇怪了。我探头去看猫眼，可外头还是黑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感应灯亮了，有脚步声响起，我听到脚步声停在了502的门口，砰砰，有人敲了502的门。这时我看到业主群里发了新消息，我们维修人员需要挨户检查各位业主家的电力设备，会有进门检查的可能，辛苦各位业主配合一下。原来是维修人员。敲门声持续了很久，我才听到502开了门。几秒后，关门声响起，看来是维修人员进去了。可我等了半个多小时，都没听到开门声再响起。检查电力要这么久，我有些困惑和不安。我给物业发去了微信，问他上门检查得多久。物业秒回，一般10来分钟，不过也说不准，要是遇到问题可能会久一点。不过我们的维修人员还没到，他说堵路上了。什么？维修人员还没到的话，那刚刚进502的是谁？我有502的小伟的微信，我连忙给小伟发了消息。小伟过了一会儿才回复了我，姐，我家水管破了，大晚上找人修呢。我给他打着手电筒修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也没弄好，真折腾。我松了口气，想自己真的太疑神疑鬼了。但很快我又觉得不对劲。小伟之前在群里说话的时候，特别喜欢颜文字，每句话都得带个颜文字。可他刚刚给我发的这句话，没带半点颜文字。不过姐，你原来在家呀？我还以为你跟你爸妈出去了呢。小伟突然来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，我心里咯噔一声，总觉得有些不安。也就在这时，业主群里有人说话了：502，你家水管破裂了，怎么还没修好啊？弄得现在我家卫生间里都是水，把家具弄坏了你赔。我打你电话也不接，受不了，我要上去看看。我记得402住着的是一家3口，现在在群里说话的是402的男主人，男人5大3粗的，看起来就不太好惹。我连忙在物业群里发了消息，艾特所有人，今晚感觉不太太平，大家尽量不要出门。不过没人理我。也是，我突然发这么一条奇怪的消息，要我看见了也只会当作没看见。很快我听到了402上来的声音，他怒气冲冲地猛拍502的门。过了一会儿，502开门了。502，你人呢？我听到402站在门口大喊的声音，很显然小伟并没有出来。我小心翼翼地推开门，只留了一点缝隙往外看去。男人站在门口，似乎在犹豫该不该进去，因为402家里太黑了，连一点光都没有透出来。可刚刚小伟不还说是集水管工打着手电修水管，那怎么可能里头一片漆黑呢？我紧张的心突突跳。502的门只开了一点，虚掩着一条2指宽的缝隙。赶紧出来啊！我知道你在家，不出来我就进去了。男人骂骂咧咧，可502里头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，死一般的寂静，静得我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和402急促的呼吸声。你这个缩头乌龟，那老子进去了，你可别说老子私闯民宅。男人气不过伸手一推，但他只推了一半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挡住了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正站在门后抵着门一样。我被自己脑补的这个画面吓得浑身发毛。402也感觉不对，使劲推了推门。谁站在门后也不说话，故意吓唬老子？但402的声音也带上一点颤音。男人掏出了手机，打开手机手电筒往里头照去。下一刻，我和男人同时倒吸一口凉气。在手电光源的映照下，门后投出一个非常庞大的影子，那影子非常的大，看起来根本就不是人类的影子，更像是一只体型非常大的黑熊。男人也被吓得倒退一步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焦急地把门推开大一点，压低声音朝他喊道：赶紧过来，那后头是一只黑熊。男人听到我的声音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下一秒，一只巨大的熊爪飞快地从门后伸出，男人根本来不及躲，就被猛地拉进门内。我惊恐地捂住嘴，我只听到男人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，但很快就没声音了。我赶紧关上门，很快我听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，男人肯定是被黑熊吃了。最开始进入小伟家的维修工应该就是那只黑熊，他吃掉了小伟，然后又用小伟手机来回复我的信息。现在我完全暴露了我一个人在家的事实，可我如果坚持不开门的话，黑熊又怎么进来？我颤抖着点开手机里的帖子，想要寻找一些有用的线索。突然我看到了有网友问出了和我一样的疑惑，如果不开门的话，那黑熊不就进不来了吗？公寓那么多人，怎么可能都会被杀死？
底下很快有人评论，你是不知道，听说那黑熊邪得厉害。我听附近的居民说，那黑熊能从窗户里爬进来。不是吧？美孚公寓一共有8层啊，它这么高怎么爬进来？这是熊又不是蜘蛛侠，所以说那黑熊邪呀。而且之所以住户没听到什么声音，据说是因为那黑熊最先就拔掉受害人的舌头。别说了，我要睡不着觉了。我后背渗出黏腻的冷汗，难怪我刚刚只听到男人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，原来他的舌头被拔掉了。我立刻冲到家里的窗前，将所有窗户和阳台的门都锁好。这时房门被敲响，我看见402的男人站在我门口，他表情怪异，嘴角用力往上翘着，像是野兽在努力模仿人做表情。他一定是那只黑熊穿上了402的人皮。我屏住呼吸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突然门把手嘎吱转动了起来，紧接着门被撞得砰砰作响。他想用蛮力将门撞开，这怎么可能？这门可是结实的防盗门啊！但很快我就惊恐地瞪大眼睛，因为这结实的防盗门竟被黑熊撞得摇摇欲坠。我赶紧搬来了椅子抵住了门。正当我绝望的时刻，走廊尽头传来了开门声，是501开门了。半夜吵什么呢？我家孩子都被你吵醒了。他冲着男人质问道。我用尽全力朝着门外大喊，别出来，马上关门。402男人的脑袋以极快的速度扭了过去。几乎同时，我听到门重重关上的声音，门外的脚步声朝着501走去。501给我发来了微信，门外呢是楼下的402吗？怎么瞧着不太对呀？还有你让我关门，是他有危险吗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，反正那不是402，也不是人。你锁好窗户，别让他从窗户爬进来。不管谁喊你都不要开门，现在待在家里才是最安全的。男人正在敲501的门。501妹子，能借我一点感冒药吗？我儿子发烧了，刚刚敲了半天504的门，他没开，我就着急了点，吓到你了吧？不好意思。我心里祈祷501可千万别信402的话。还好501也察觉到402不对，不出声也没开门。402见501也不开门，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阴沉。他正准备撞门的时候，拐角处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老公，你怎么去这么久啊？502的水管还没修好啊，一直在漏水，而且漏的水全是红色的，看着怪恶心的。不好，402的老婆找来了。一瞬间，我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如果开门，402极有可能闯进来；可如果不开门，402的女人就没有任何逃跑的机会了。老公，你怎么站在那儿不动啊？你不是去502吗？女人疑惑地朝着男人走去，不过她很快意识到了不对。血，怎么这么多血？这个时候402男主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女人咬去，女人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就被她的老公一下咬住了腿。我看见黑熊从男人的身体里钻了出来，女人此刻应该恐惧到了极点，因为她根本想不到藏在自己老公身体里的是一只大黑熊。走廊里只有女人抽搐般的啜泣声，可过了一会儿，就连声音都没有了。黑熊吃完人，又钻进了402的身体里，可我没想到，它不再朝着我这里走来，而是突然不见了。正当我忐忑不安的时候，突然我听到身后传来响声，我扭过头，差点吓得魂飞魄散。402的男人就趴在窗户上，脸死死地贴在上面，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他用手掌拍打着窗户的玻璃，你要是敢进来，我就跟你拼了！我朝着黑熊大吼道。此刻我都做好了死的准备。男人对我诡异一笑，他停止了拍打玻璃的举动，快速地爬了下去，消失在我的视野里。我愣住了，难道这黑熊放弃了？可不应该啊，一定有什么其他的原因。为了寻找线索，我又点进了帖子，我快速浏览着，希望能多找到一点有用的细节。有一个评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我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叶苏苏和501是黑熊最后吃掉的呀？他先吃掉了504，然后把这两人留到了最后，我有点不理解。楼上的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老家都说黑熊血，是因为黑熊这玩意儿喜欢将最嫩的食物留到最后。你想想，叶苏苏长得那么漂亮，501还有一个婴儿，那婴儿被发现的时候，脑袋都被开瓢了。看到这个回复的瞬间，我汗毛耸立。有穿男装很帅，我把两人合照发网上，有人回复：小心这个男的，他眼路300，好似贪淫，是个变态杀人犯。我像往常一样，把自己跟室友青青做饭的照片发到网上，很快粉丝们就纷纷点赞，一会儿功夫，评论就增加到了几百条，其中一条评论却飞快地被顶到了最上面。同学，小心这个男的，他眼路300，好似贪淫，是个变态杀人犯。对方的 AD 名叫老神棍，头像是一张太极阴阳鱼的图片。我点进他的页面一看，只见主页上挂着几张灵符，下面还带了小黄车，但是符文都很贵，几万十几万一张。这年头骗子的胃口怎么越来越大了？不等我回复，其他粉丝早就纷纷反驳：笑死，果然是老神棍，装神弄鬼骗人。对啊，我们青青是女生啊，还变态杀人犯，离谱死了。熟悉我的网友都知道，
青青是女生，留着利落的短发，眉骨硬朗，看着简直不比男明星差。青青性格很好，为人大方，而且很爱做饭。我把两人相处的视频发到网上，几天时间就积攒了不少粉丝。我不敢直接骂人，而是礼貌的回复：不好意思啊，我室友不是杀人犯，她是个女生。不可能，男人藏精于骨，一看他眉骨分明，这是前命，肯定是个男人。小姑娘，你相信我，我看了几十年面相了，不会搞错的。这人头尖额窄，眼落300，性格非常暴躁，是穷凶极恶之辈。这么精彩的内容，还得配合我的新手机观看。旧的 Mate 50 Pro 我放转转上回收了1700多，像我换下来的旧手机、笔记本、相机啥的，都会约转转工程师免费上门估个价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，特别靠谱。总之听我的，二手回收认准转转 APP 就对了。老神棍发了一大串留言，我看得很生气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青青脾气很好的，我们楼上的邻居老是半夜3更发出很大的噪音，青青都没跟他吵过架。我楼上住着个当主播的漂亮女生，半夜3更经常在房里拖动椅子，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，弄出很大的动静。我上去说了几次，那女生却连门都不肯开，还是青青劝我说她虽然吵，但每天晚上也就折腾半小时左右，大家都是邻居，忍一忍算了。这么好的脾气，怎么可能是杀人犯啊？我不想跟网友吵，直接把这条评论删除了。没想到对面却不依不饶，发了一条私信给我：你头发枯黄，六亲无缘，你爸是不是在你5岁那年意外去世了？屏幕上短短的几行字，我心里却顿时咯噔一下，情不自禁地捏紧了手机。我读幼儿园的时候，我亲爸就车祸去世了，后来我妈带着我改嫁到外地，跟现在的继父在一起。继父对我还不错，连同学们都不知道我们没有血缘关系。这个算命的又是怎么知道的？你饥饿宫有2条横纹，去年肯定发生过意外，还有1条是今年的，能不能避过去就看你自己了。发完最后一条消息，老神棍就没反应了，但我的心里却久久无法平静。我去年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小腿骨折，在医院躺了半个月。这个老神棍真的有点东西啊！青青他该不会真的是男的吧？我呆呆地坐在床上，仔细回忆着两人相处的画面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忽然又震动了起来。我打开微信界面一看，发现是隔壁的邻居小美给我发了好几条信息：酱汁，你快看群啊，好几个女生被尾随了，真可怕。我刚准备出去吃夜宵呢，吓得我不敢出门。我忙切到业主群，翻看聊天记录，邻居们讨论得热火朝天。莹莹，大家可千万别出去，我手现在还在抖。5、6个纹身的肌肉男，喝得烂醉，真的好吓人。报警了吗？报了，警察说等会儿会派人去看的，但我估摸着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他们就跟着我说下流话，没来得及动手我就跑了。是不是看你穿得太漂亮了想搭讪啊？误解别人意思不好吧？看着他朋友圈背景图那张招摇的低胸照片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莹莹就是我们楼上那个女主播。我回复小美，这个莹莹我认识，就住我们楼上，做直播那个，长得很漂亮。小美回了我一连串问号，你在说什么？那个女生不是早就搬走了吗？我心头重重一跳，不可能啊，她昨天晚上特别吵，青青还上楼找她了，我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了。你肯定弄错了，她搬走的时候，我还帮她把行李拿到楼下，她跟我说要回老家以后不来了，我顿时头皮发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果莹莹已经搬走了，她为什么要在群里说自己遇见色狼，而且每天晚上在我们楼上发出那么大动静的，又会是谁呢？就在这时，屋外忽然传来防盗门被打开的声音。酱汁，我带夜宵回来了，你睡了吗？轻轻的声音从房间门口传来，我吓了一跳，慌乱的想要藏起来。酱汁，你这么早睡着了？我立刻抓过被子蒙住头，嘎吱，门把手旋转，卧室的房门被打开。今天睡这么早啊？一只手探过来，把被子从我头顶往下掀。我闭着眼睛一动不敢动。我虽然闭着眼睛，也能感觉到他的视线在我身上扫来扫去，带着一股不怀好意的阴森感。真睡着了？轻轻伸手摸我的脸，2根手指顺着脸颊一路往下，冰冷粗糙的触感激起一阵战栗，我几乎要控制不住身体的颤抖了。就在这时，楼上忽然发出咚的一声巨响，像是椅子倒地的声音。轻轻的手一顿，过一会儿，好像有人拖着椅子走来走去，响声更大了。真烦人！轻轻不耐烦地朝头顶喊：你有完没完？能不能安静点？他喊得太响，我不能再装睡了。我犹豫片刻，睁开眼睛，做出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。青青，你回来了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楼上又开始了，我上去跟他说一下，你继续睡吧。轻轻安慰似的朝我笑了一下，转身带上门出去了。等他一走，我立刻扑过去反锁房门，身体贴在门上，大口大口喘气。放在口袋里的手机又震动起来。小美发了一张图片过来，这是物业给我的。我就说吧，楼上根本没有人住。图上是一张小区客户的动态表，表格里显示6栋1301状态为空置，正常的空房都是代租，那些房东没有出租需求的空房才会特别标注为空置2个字。我脑子有点僵，可是楼上又发出噪音了。
青青刚上去呀，楼上那个莹莹脾气差，又是个话痨，每次青青上去都能听见她在那边大喊大叫，两个人要说好一会儿话，青青才会下来。楼上是绝不可能没人住的，但小美发的这个图片也不像是假的。我大脑机械地转着，联想到刚才那个老神棍说的话，心里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：难道说青青在楼上囚禁了一个女人？青青不会真的是变态吧？我被自己的念头吓到，想找小美把情况说清楚，然后去她房里躲着再报警。可一翻到我们两人的聊天界面，才发现小美又发了一连串信息：你怎么老不信我？我骗你有什么好处？楼上根本不可能有人啊！青青上去也没用，八成一个人在走廊里傻站着呢。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拍个照片。我握紧手机，倒吸一口冷气，完蛋了！小美做事情怎么这么莽撞啊？这要是去楼上，正好撞到青青，我不敢再想下去，立刻冲到客厅。我跑到走廊上的时候，看见电梯门正缓缓合上，小美穿着个粉色的摇粒绒睡衣，开心地朝我挥手。我扑过去按下电梯键。小美，你听我说。哎呀，你来的正好，走，我带你上去看看。小美不由分说，一把拉住我的手，把我往电梯里拽。我大惊，你放手，我不去。你听我说，青青是个杀人犯，他在楼上囚禁了一个女人，我们得快点报警。酱汁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忘记了，青青那个朋友就是警察，不是来你家好几次了，警察能跟杀人犯当朋友？我一愣，这才想起来，青青确实有个当警察的朋友，叫李俊杰，长得人高马大的。有一次青青喝醉，还是李俊杰把青青送回家的，他还穿着警服，吓了我一跳。如果青青是在逃的杀人犯，李俊杰不可能不知道吧？这么一想，我又感觉是自己疑神疑鬼了。奇怪，如果他不是变态，那1301里面的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小美按下13楼的电梯键。哪里来的女人？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你就放心吧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你看走廊里都是监控，哪里来的杀人犯啊？就算他真的是变态，我可是跆拳道黑带，我们两个还打不过他一个。电梯很快就到了13楼，门口空荡荡的。小美指着那扇黑色的大门，看见没有？我就说这里没人。我们边说边朝走廊深处走。很快，小美脸色僵硬，说不下去了，因为那扇黑色的防盗门居然开着一条缝。奇怪，这门怎么开着？小美握住门把手朝外拉，门开得更大了。她探着身体朝里看了一眼，眼珠子立刻瞪得老大。妈呀，怎么了？青青在里面吗？小美却像没听见我说话一样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里面，然后走进了屋里。我不敢一个人留在走廊上，只能硬着头皮跟进去。怎么没人？青青呢？小美不可置信地朝周围看了一圈，这屋子居然真的有人住啊，好奇怪啊！那物业怎么显示是空置呢？我们两人面面相觑，视线转向一旁的2间卧室。卧室房门紧闭，可靠近客厅的那间却时不时传出高跟鞋敲击地面的脚步声。小美走到卧室门口，往下旋转门把手，我朝她拼命使眼色，别管人家的闲事了，我们走吧。小美却直接打开了房门，我只感觉眼前一花，一道黑影冲出来，猛地把小美扑在地上。小美尖叫一声，拼命挣扎起来。那是一条模样古怪的大狗，狗的嘴巴戴着一个特殊的铁质嘴套，两旁密封，中间留了个洞，那洞估计是喂流食用的。那条狗看着恨极了小美，拼命地撕咬她的脸，只可惜戴着嘴套，根本伤不到小美。小美用力推开大狗，慌乱地坐起身。我靠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大狗又往前扑，高跟鞋踩在地面上，发出清晰的脆响声。我低头一看，这才发现这条狗的后肢穿着2只模样古怪的高跟鞋，鞋底大概5-6公分，又尖又细，看着踩高跷似的。好变态啊！这女的虐待动物，虐待动物的可能是青青，她估计真的是个变态。墙角摆着一只铁笼子，笼子旁边有一个计时器，上面显示晚上11点，所以每到11点，这笼子就会自动开门，狗从笼子里出来发出响声，青青就会上来给它喂食。那个跟青青说话的女生是不是被它关在另一间屋子里？我吓得浑身发抖。我们快走吧，快离开这里，报警。好，走吧。小美也吓得脸色发白，再也没了刚才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。我们2个跑到客厅里，小美伸手用力推了一下防盗门，脸色更白了。完了，这门被锁住了。怎么可能？刚才明明是开着的。我惊慌失措，用力往下压门把手，可不管怎么往外推，那门都纹丝不动。小美似乎想到什么，这是指纹锁，有人把电池卸掉了，要找到钥匙才能出去。我心脏一下就被揪紧了。肯定是青青，她跟在我们后面进来了，她虐待狗，她那么变态，她真的是杀人犯，该怎么办啊？别怕，她到现在都不敢动手，说明她1对2也没有把握。小美冷静下来，掏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。110码，马吉公寓6栋1301，这里有杀人犯，你们快过来。
挂断电话，我和小美紧紧靠在一起，后背贴着防盗门，惊恐地朝卧室的方向看，生怕下一秒青青就拿着刀从房里冲出来。小美壮着胆子，大声朝屋里喊了几句：“青青，警察10分钟以后就到，我劝你别冲动，伤了我们，你也逃不掉的。”房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人回应，我感觉很不对劲。如果青青真的是杀人犯，她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报警，不出来阻止呢？她到底想干嘛？小美显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。酱汁，我怎么感觉青青不在房里啊？你说会不会她看见我们发现她的秘密就逃跑了，故意把电池卸了，把我们锁房里，这样等警察到，破门进来最起码也得20几分钟啊。她是在给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。我脑子乱糟糟的，根本没法思考。第一反应是觉得小美说的有道理，可又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两人贴着门背后站了5、6分钟，小美待不住了。青青肯定不在这里，再等下去警察都要到了，别怕。小美壮起胆子去厨房拿了一把刀，我也跟着选了一把水果刀，紧紧握住刀柄。两人一前一后来到另一间房门紧闭的卧室门口，小美朝我比手势，等会儿门一开我先冲进去，如果青青在，我先缠住她，你再进来。我紧张的大脑一片空白，机械的点头，几乎是小美说什么就跟着做什么。3、2、1，小美低声数了3下，握住门把手，猛地推开房门往里冲。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，卧室门是朝内开的，小美她冲了进去，可是房门不知道撞上什么东西，迅速反弹回来。在我冲过去之前，房门又重新关上了，咔嚓，很细微的轻响声，我整个人都麻了。有人把房门反锁了，是青青，青青就躲在门后。救命！小美的尖叫声迅速变成呜咽声，听起来像被人紧紧捂住了嘴。屋子里很快传来打斗声，我吓得魂飞魄散，拼命的砸门。开门，小美，青青，你放开小美，警察马上就到，警察就在门外了。我一边敲门一边找手机报警，想催促警察来得快点，可把全身上下的口袋都翻了个遍，却怎么都没找到手机。刚才出门时，我明明就把手机放在口袋里的呀，难道是掉在路上了？现在怎么办？小美被困在里面，青青杀了她之后，下一个就是我。我使尽浑身力气用力撞门，1下、2下，撞到第3下的时候，房门忽然从里面打开了，我没收住力道，一下子往前冲去，撞在一个人身上，手里的匕首掉落在地，我尖叫一声，闭着眼睛发疯一样挥舞着手脚。是我，酱汁，是我啊！小美虚弱的嗓音传来，我睁开眼睛，这才发现站在我面前的人是小美，她头发凌乱，双眼发直，衣服上还沾满了血迹。小美，青青呢？小美伸出手指，惊恐地指着墙角的方向。我杀了他，我杀人了。衣柜旁边躺着一个人，他穿着米色卫衣牛仔裤。我脑子里紧绷的弦瞬间松懈下来。没关系，你没杀人，你是正当防卫，我们是正当防卫。我小声安慰她。小美把头埋在我胸口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腰，剧烈的喘息。她看起来被吓坏了，喘着粗气，头一直在我胸口拱来拱去。没事的，小美，警察很快就到了。警察，我说不下去了，瞳孔骤缩，死死盯着床铺底下的那样东西，仿佛一只有力的手勒住我的咽喉。极度的惊恐让我开始浑身颤抖。那是一部手机，是熟悉的鲜亮外壳，这是我自己的手机。所以小美为什么要拿走我的手机？难道说小美根本没有报警，是她给我发的物业表格图，也是她非要拉着我上楼？难道真正的凶手是她，虐待动物的也是她？